到咗北極啦！去北極呢個 trip 咧真係此生無悔。我老公成日都勸我喺香港見到啲雀你都唔會拎部機出嚟影啦，但係喺北極真係好唔同嘅。24小時嘅午夜太陽，隨時都會見到野生動物，呢啲咁震撼嘅原始生態環境，其他地方邊度揾到啊？最正嘅係仲有得跳落-2度嘅冰水，甚至乎比北極熊最夠晒刺激啦啩！今次嘅旅程我係經 Jet Tour 報，而我坐嘅北極郵輪呢，依家佢哋都做緊優惠，記得睇到未啦？北極呢個地方呢，都唔係話你想嚟就嚟，旅遊季節咧係好短嘅啫，5月去到9月，氣溫3至到8度到啦。咁到時候海冰開始融化，咁先有通道俾啲郵輪帶你衝入呢個夢幻勝地。咁而所有嘅北極郵輪起點呢，其實都係經斯埃爾巴群島嘅朗伊爾城。咁香港去呢係冇直航機，芬蘭轉機飛到去挪威嘅 Oslo。我自己呢就揀咗停留3日，順便調整埋時差之後，先至再搭 Hurtigruten 安排嘅內陸機飛到去朗伊爾城，正式登上 MS Friend 呢隻探險郵輪。斯埃爾巴咧係北極嘅冰雪群島，6成嘅土地都俾超過2100座嘅冰川覆蓋，風景靚到好似電影 CG 咁誇張。咁6月嘅時候啦，因為24小時都有陽光普照，所以更加大嘅機會啦，可以見到好震撼嘅冰川崩落場景。咁而我哋呢個郵輪之旅，主力就係探索斯埃爾巴入邊最大嘅島 Spitsbergen， 入邊咧出晒名就係佢好靚嘅峽灣同埋冰川，而且咧都係北極熊嘅聚集地，仲有唔同嘅歷史遺跡可以睇到。我哋嘅行程原先呢，就係由朗伊爾城出發，先係探索西北嘅國家公園，再駛去東部嘅保護區同埋南邊，最後先至接返去朗伊爾城。咁但係咧，北極之旅係冇咁順利㗎，因為當中嘅天氣啦、冰況啦係隨時話變就變，好似呢個 trip 咁。第6日東部冰層太厚，船長要即刻改道啊！咁行程多咗1日 at sea， 但係真係估唔到咁樣改航線新增咗2個登岸點，有得玩 polar plunge， 仲喺岸上面俾北極熊追逐，變成成個旅程嘅 highlight。咁所以話去北極探險郵輪呢，其實最緊要大家一定要保持靈活嘅心態，因為隨時有機會咧就係迎接唔同嘅驚喜。大家咁樣咧，其實都聽得出北極嘅環境咧，其實都真係幾極端嘅。咁所以揀一隻專業嘅郵輪咧，係成個北極之旅嘅成敗關鍵。咁一嚟啦，因為郵輪嘅品牌要夠專業，先至可以熟悉極地嘅環境，隨時要改變行程都有幾個 plan 喺手。咁二嚟啦，船身咧一定要達到某個冰級嘅水平，先至夠硬淨喺冰海穩定航行，帶你深入一般船去唔到嘅冰川同埋野生嘅動物區。咁今次我揀嘅 Hurtigruten 啊，佢有超過120年嘅極地航行經驗，咁可以話係北極探險嘅老字號。咁而且今次坐嘅旗下 MS Friend 隻船啦，佢配備咗1B 嘅冰級船身，硬淨到好似坦克車咁，衝入冰海都冇有怕。呢隻郵輪其實係臥虎藏龍啊！船上面嘅船長、探險隊，就連 reception 嘅姐姐都係極地專家，個個都起碼有1-2個碩士或者博士嘅研究學位。佢有好多都係精通幾國嘅語言，好似我呢隻船咁樣啦，其實佢就有一個係嚟自華人嘅區，咁佢會講普通話嘅，咁所以絕對唔需要擔心任何語言嘅問題。每日咧都會由佢哋帶領玩至少2次嘅活動啦，咁可以有機會去登岸啊，搭橡皮艇貼近冰川、遠足冰山，甚至乎係撐皮艇。咁每次出發之前，佢哋都會講晒所有嘅安全 tips， 咁保證咧我哋可以玩得刺激得嚟咧又放心。想個旅程玩得深度啲咧，船上面每日都有講座，同埋有一個 Science Centre 分享一啲北極嘅生態、歷史同埋地理知識。咁由冰川形成啦，到去北極熊點樣去生存嘅秘訣，俾你邊玩邊學，大開眼界。咁如果各位咧想知點樣揀一隻啱你嘅北極探險郵輪，記得訂閱同埋 follow 我下一條影片，我會再深入啲分享唔同嘅北極郵輪攻略啦，同埋一啲實用嘅 tips。第一個落岸嘅站啊！呢度咧就係新奧納松，繼朗伊爾城以外全球最北人居住嘅地方。呢度更加係一個超強勁嘅國際科學研究重鎮。莫辛河就係中國北極黃河站啦。呢度住咗50去到100個科學家，日以繼夜去研究氣候變化同埋冰川，真係要向佢哋致敬啊！嘅呢度嘅人係居住嘅年期都唔會話太耐，因為佢哋主要嚟到呢度嘅目的咧，其實都係做一個科研嘅研究。
完成咗個項目之後咧就會離開㗎啦。呢度除咗可以欣賞到壯觀嘅冰山啦，小鎮入邊咧都仲有好特別嘅景點。咁首先一定要提到就係挪威傳奇嘅極地探險家阿莫森，佢喺20世紀初咧就係帶領團隊發現呢個新奧納松嘅地方，所以小鎮嘅正中心咧就有個阿莫森嘅雕像紀念佢嘅偉大成就。仲有啊，原來新奧納松咧以前係煤礦開採嘅地方，咁所以呢度保留咗一個好古老嘅運煤礦火車。呢個小鎮咧真係好奇妙，點解可以大自然同埋人為嘅遺跡都可以保留得咁完整？去北極除咗靚景之外，大家最期待咧就係可以撞到野生動物啊！咁因為依家咧係24小時嘅午夜太陽啦，所以嘅機率咧係更加大噶。咁我哋第3日啦，其實非常之好彩，見到一隻北極熊媽媽帶住2個 BB 熊去覓食。我哋呢班船客咧好靜咁樣去觀察，原來呢個小家族咧係行緊去一條海豹嘅屍體。探險隊嘅專家咧就話北極熊嘅嗅覺係好勁噶，遠至32公里以外嘅氣味咧，佢哋都聞到。而且佢哋仲話媽媽熊帶住 BB 去覓食呢個畫面係好罕有，因為多數咧佢哋會揀開冇咁開揚嘅地方，避開風險。講一啲關於北極熊好有趣嘅嘢俾大家聽啦。咁北極熊咧其實喺北極先至揾到，南極係冇㗎。咁原因咧就係因為幾十萬年前北極熊喺北極出現嘅時候，地球嘅大陸咧已經分得好遠，咁北極同埋南極隔咗個大洋，佢哋根本咧係冇路行到過去。咁而就算啦北極熊咧，其實佢係游水高手，但係想游過去，仲要面對好大風暴同埋巨浪嘅 Drake Passage， 根本咧係不可能任務。咁有啲人就問啦，可唔可以將北極熊搬去南極？話晒南極同樣都有冰天雪地，又有海豹同埋企鵝俾佢哋捕獵，咁北極熊去到咧應該好開心啦。咁但係等一等啦，事實咧就唔係咁簡單嘅，因為南極嘅企鵝同埋海豹咧，其實從來都未見過好似北極熊咁兇惡嘅陸上野獸，咁所以咧其實佢哋完全唔識驚，仲可能會好好奇咁樣行過去北極熊。咁所以話，如果北極熊真係去咗南極咧，佢哋可能會將南極嘅動物食晒佢。然之後搞亂晒成個生態系統，所以北極熊咧都係乖乖地留喺北極算啦。仲有平時大家見到啲北極熊白雪雪係咪好得意先？但係原來佢啲皮膚係黑色㗎，咁樣咧可以幫佢哋吸收太陽嘅熱能，幫佢哋喺咁凍嘅北極嗰度保暖。而佢哋嘅毛髮咧其實係透明，靠反光咧先至變成白色，喺雪地咧可以幫佢哋隱形去捕食。咁之後郵輪下一點咧就帶咗我哋去睇一座海鳥天堂嘅懸崖。6月嘅時候咧，呢度係繁殖嘅高峰期，會有幾十萬隻海鳥嚟到呢度密密麻麻咁樣去築巢，啲聲線啊同埋畫面咧係好震撼噶。當中咧有一隻雀仔咧係好特別，佢係遷徙冠軍，講緊咧就係北極嘅燕鷗。每年咧佢會由南極飛2.5萬里嚟到斯埃爾巴，5月底去到6月繁殖完之後，8月尾咧就會再飛翻去南極，簡直可以堪稱為全球最長嘅遷徙旅程。北極嘅野生動物又點少得海上呢？今次船長咧就揾到佢哋嘅聚集地，俾我哋親眼目睹呢個有超過1500公斤重嘅北極動物，成班咧好似個大肥佬喺個沙灘度打滾緊，場面震撼得嚟咧又幾搞笑。海象咧其實佢哋係群居嘅動物，有時 friend 起嚟啊攬埋一齊瞓，但係有時咧又會互相打交去爭地盤。咁所以咧你會發現有幾隻嘅海象牙上面係有啲血跡㗎。呢個動物咧佢嘅樣咧望落去係咪好兇狠先？但係唔講唔知啊，原來佢係曾經咧俾人類去捕獵到差啲變成瀕危嘅動物。咁好彩1952年開始咧就有保護嘅政策，依家開始繁殖到有翻3000幾隻嘅海象。咁探險隊咧同時都要確保我哋係遠觀，唔好打擾啲生態動物，俾我哋喺安全嘅距離影咗好多好搞笑嘅畫面。斯埃爾巴咧每一日嘅探險活動都係好豐富噶，咁而遠足咧其實係重頭戲，斜路都幾多下，有少少考體能啦。但係沿途嘅風景咧絕對值晒回票價。例如呢個小島啦，我哋行咗去17世紀嘅布鯨站遺跡，呢度咧曾經係荷蘭人將一啲鯨魚嘅脂肪加工成為油嘅基地。咁高峰期嘅時候咧，竟然可以有200幾個人喺呢度居住。咁依家啦，當然就剩翻啲油脂嘅爐啦，同埋冰川嘅景觀，記錄晒人類嘅極地痕跡。非常之幸運啊！每一日個天色咧都係咁靚。遠足之前啦，探險隊都會講解北極探險旅遊協會嘅環保指引，嚴禁我哋啲旅客咧留低任何嘅垃圾或者拎走任何嘅嘢，連去廁所都要忍住，確保環境係零污染。
咁之後嗰幾日啦，都有去唔同嘅島去登岸同埋遠足。每次登岸之前呢，其實探險隊都幫我哋探晒路噶啦。你喺個島上面咧，沿住行，其實就會見到一啲旗同埋有啲員工咧就係擔住個槍，因為 Svalbard 任何地方咧都係啲野生動物自由出入嘅活動區嚟嘅，咁所以佢哋喺我哋呢啲客人落岸之前咧，都要落咗嚟探咗路，規劃咗一條指定可以行嘅線路，咁然之後我哋旅客咧就按住佢呢啲旗去行啦。第4日嘅小島遠足路線呢，就帶我哋穿梭靚到令人窒息嘅山景，仲見到好多好獨特嘅地質面貌，視野開闊到好似入咗外星球咁啊！咁而當日咧，仲喺冰海嗰度見到一啲白色嘅鯨，好優雅咁游緊水，我直情喺山上面係要跑落去影相㗎。第5日登岸嗰個島咧，真係感受到氣候暖化，夏天嘅溫度咧竟然可以升到去13去到15度。着得太多褸，出緊汗啦已經。雖然斯卡爾巴90%嘅土地咧都係凍結咗嘅荒漠啦，係冇樹木生長嘅，咁但係好短暫嘅夏季嘅時候，都可以引育到超過160種嘅植物開花，形成意想唔到嘅綠色景緻。所以話北極嘅生命力咧真係好令人佩服。第5日嘅行程就輕鬆啲啦，今次就係坐橡皮艇去巡航，近距離去感受冰川崩落嘅震撼。咁仲見到海面上咧有陽光折射嘅藍冰，真係好靚。咁啱仲撞到有一隻海豹喺浮冰上面 hea 住瞓緊，影相咧真係靚到不得了啊！咁喺片頭嘅時候啦，都有提過北極嘅天氣同埋冰況其實好難預測。喺第5晚嘅時候咧，船長喺個簡介會其實都同我哋講定啦，打咗個底，就係預計到咧有機會隻船過唔到去東邊啊，因為啲冰層太厚啦，連冰級嘅船都過唔到。船長啦都有 present 咗 Plan A、B 同埋 C 啦，咁當然第6日亦都真係嘗試可唔可以穿越到啲冰層，但係好可惜係失敗咗嘅，變相一整日 at sea， 然後改道咧就係去西岸同埋北部，咁的確有少少失望嘅。咁因為東邊呢，其實可以俾我哋更深入北極嘅核心地帶，更大嘅機會可以見到多啲嘅野生動物。但係點樣估到呢？就係咁樣改航線，竟然帶嚟咗天大嘅驚喜啊！咁睇落去呢，你就會知噶啦。喺船上面啦，就算 at sea day 啊，其實都有好多嘅活動啦。例如喺觀景嘅 lounge 度有一整日嘅講座，由專家去揭秘北極嘅生態秘密，或者你可以喺 Science Centre 度用顯微鏡啊，由專家帶你去研究一啲微生態。想 chill 啲咧，可以喺健身室度跑住步睇海景，或者喺戶外嘅桑拿，一路享受，一路望住啲冰山飄過。而我咧成個 trip 最多時候咧，其實就係留喺個甲板度，因為 anytime 喺出邊咧都有機會可以捕捉到野生動物。咁不過如果你怕凍咧，留喺室內都唔需要擔心，因為船上面係配備咗監察器同埋廣播系統。萬一真係有動物出現咧，船長都會停船，叫晒所有旅客出個甲板，靜靜去觀察。今次咧，我就喺個甲板度等咗好耐啊，終於就係等到探險隊話遠處嘅冰面上面係有一隻北極熊啊！呢個時候咧，我真係終於明白咩叫做 Pixel Bear， 就係好細粒，好細粒，好似一粒黑點咁。所以大家去探險旅程咧，記得一定要帶望遠鏡。咁今次呢個旅程咧，我仲帶咗一個影相神器，就係 Sony RX10啦。佢本身部機咧已經有超強嘅 zoom in 功能，最遠就可以影到600mm。咁我唔需要再買其他嘅鏡頭啦。咁而且佢 4K 嘅錄影清晰到爆，連我呢啲平時唔係玩開攝影嘅新手咧都輕鬆上手。喺同一日 at sea 啦，除咗北極熊之外，我仲見到海豹，同埋喺冰面上面有一群嘅海象喺度瞓緊覺，真係好得意啊！今次呢個旅程咧，我真係做咗好多準備功課。探險遊輪同平時我哋喺城市坐到嘅船咧係好大分別。咁除咗因為佢哋嘅船身係專門為一啲極地嘅環境去設計啦，你會發現咧佢哋嘅船其實都係好細嘅啫。好似譬如我今次坐嘅 MS Ram 啦，佢載客量其實係200去到250個度嘅咋。作為一隻咧係得12000噸嘅遊輪，其實佢嘅活動空間真係算幾多下㗎啦。8層嘅甲板有科學中心、講座廳、店鋪、觀
觀景台、酒吧、gym， 室外仲有個露天嘅熱水池。咁而且啦，今次我坐 Hurtigruten 呢隻船嘅餐飲啦，意想唔到咁正。咁佢餐廳比普通嘅客人咧係得一間嘅啫，套房有多一間選擇。咁雖然款式咧真係唔係話好多嘅，但係海鮮係好新鮮，特別係啲三文魚食到我冇停過。咁每餐咧係半自助嘅形式，啤酒、紅酒係包晒，簡單得嚟咧，每餐都係好滿足㗎。我比較過唔同嘅探險船，我今次坐嘅 MS Friend 雖然佢唔係新船啦，咁但係喺2022年嗰陣時候都係好近期嘅啫，做咗一個全面嘅翻新，咁所以相比起其他嘅探險船呢，佢整體嘅設計啦，咁同埋房間嘅新淨度呢，舒適度係最高。我呢今次呢就係自己去旅行啦，咁所以就好簡單揀咗去住 Polar Outside Cabin， 咁房間好光猛，亦都有北歐嘅風格，私人浴室、電視、咖啡機咧一應俱全，住得舒服咧，亦都好實用。咁呢件風褸咧就係 Hurtigruten 佢哋去送俾我哋啲旅客嘅，每人都會有一件。咁仲有咧就係免費租一對水靴俾我哋出去，即係落岸嘅時候用。咁而如果咧你係同另一半啊，或者同朋友嚟，想住得大啲、豪華啲咧，其實佢有其他嘅房間選擇嘅。例如依家 Arctic Superior 嘅 Outside Cabin 啊，佢嘅尺寸啦、空間咧已經係大咗噶啦，或者你甚至乎可以考慮埋住套房啦，而佢嘅 Grand Suite 嘅套房咧係有露台噶。不過啦，因為套房嘅數量咧其實好少嘅啫，咁如果想有一個私人空間去影靚相嘅朋友，就記得早啲預訂啦。嚟到旅程差唔多嘅尾聲啦，不過第7、第8日咧，竟然係全個旅程嘅高潮位。將來真係唔知仲有冇機會嚟呢個北極啊！所以今日決定啦，要個北極嘅 Polar Plunge 冰水。咁喺第7日啦，我挑戰咗呢個 Polar Plunge， 跳落去攝氏得2度嘅北極海，凍到入骨頭啊！而去到第8日啦，哇！大家咧真係一開頭諗住係普通行下山遠足啦，點知去到半路，探險隊咧就話對面岸係有隻北極熊啊！咁我哋呢班旅客梗係第一時間攞部相機出嚟去影啦。終於嚟到安全呢個位置啦！呢間發生咩事呢？就係突然之間，我哋其實發現咗一個北極熊喺度面岸啦。然後就係北極熊聞下，突然之間跳落水，又向我哋方向，唔知係咪聞到我哋陣肉除味啦？速度咧仲要係快到離譜。咁原來咧北極熊游水嘅時候咧，時速係達到10公里，係人類嘅2倍。咁所以咧5分鐘內，其實佢已經游到去我哋呢邊岸噶啦。我哋全世界要撤離，因為有隻北極熊啊！呢個時候咧，其實船長已經不停咁樣叫我哋撤退啦，而且佢亦都係向天咧開咗幾槍去警告隻北極熊。點知佢都係照舊衝上岸，仲有啲船友咧其實係未走嘅，場面係好緊張啦。好彩啦，北極熊喺開多幾槍之後咧，真係嚇到掉頭走。喺嗰度啊！聽唔聽到啊？好快啊！真係，原來喺短短5分鐘內，佢已經由對面游到過嚟咯。而呢個可以同北極熊咁近距離遇見嘅瞬間，係成為咗所有呢隻船入邊旅客嘅 highlight 位。相信咧，大家呢個旅程咧係會更加深刻。北極之旅咧，其實你隨手影咧啲相啊或者片咧，都已經係靚到爆噶啦。成個旅程我見到3次北極熊，仲有海象、白色鯨同埋海豹。而大家咧不妨問下隻郵輪公司，好似 Hurtigruten 咁啦，佢會俾翻一份野生動物觀察記錄，咁啊記低咧喺呢隻船見過嘅每一種動物。真係會有啲唔捨得呢個地方，有啲每一日都係咁靚嘅環境，咁寧靜清幽嘅地方去生活，嘅人都覺得平靜啲。我都想咧喺度多謝每一位睇緊我影片嘅朋友同埋觀眾。咁其實呢段北極影片對我嚟講咧係非常之有意義，因為喺我人生比較低潮嘅時候去計劃出嚟。咁嗰陣時諗住離開一下啦，去北極揾啲新嘅啟發。咁雖然咧旅行完咗翻到香港，問題咧都仲未解決嘅，咁但係北極真係俾咗一啲唔同嘅視野我。咁特別置身喺北極啦，嗰種難以形容嘅寧靜，好似幫成個人 reset 咗咁。而且相比起北極
極嗰邊社區同埋野生動物佢哋面對緊嘅挑戰，其實講真自己嗰啲煩惱咧唔係真係咁大件事咯。咁依家咧其實淨係想專注同埋享受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啦。咁所以多謝各位啊，俾呢個機會我去分享我嘅故事。咁另外啦，我都想多謝 Jack Tour 嘅團隊幫我今次個旅程一條龍搞掂晒。咁所有嘢咧其實都幫我安排得非常之妥當。咁無論係船位啊、機票、酒店定係陸上面嘅行程啦，都幫我處理好晒，咁令我可以好放鬆心情咁樣專心投入呢個旅程。咁所以如果各位想去一啲特別嘅地方啊，或者甚至乎今次嘅北極 trip 啦，我都好推薦 Jack Tour。咁最近呢，佢哋 Hurtigruten 啊北極之旅咧，亦都做緊一個優惠，喺我 video 嘅 description 嗰度有條 link， 計劃緊去北極咧，就不妨攞埋優惠先去預訂啦。最後，無論你係點樣嚟揾到我呢個 channel 啦，咁我都希望啲影片可以俾多一啲旅遊嘅靈感你，咁推動你咧去計劃屬於你自己嘅冒險之旅。咁希望咧你會繼續支持我啦 ，follow 我嘅 channel， 一齊繼續呢段嘅旅程，發掘更多值得分享嘅故事。下集再見。